命由八字先天定，运由风水起波澜。我是三亮道人。今天呢，我们继续一起揭开命运的奥秘，掌握命理与气场能量，帮助您趋吉避凶，福运相随。如果您有问题，欢迎加入我们交流群，免费咨询，或者呢，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好了，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解析。在12生肖中，属马之人往往拥有一股令人难以忽视的活力与热情。一般来说，属马的人性格坦率，富有冒险精神和领导才能，但有时也可能因为冲劲过足而忽略了脚下的绊脚石。在准备迎接2025年的到来之际，生肖马需要意识到自己身处一个新的起点，同时也面临着特别的挑战和机遇。这一年因为流年能量的特殊，会激发出生肖马在不同层面的成长空间。同时，在这些潜能绽放的背后，也必须直面某些深层次的挑战。因此，2025年里，你需要特别警惕3个方面的问题。相应的，下面生肖命理提醒你的3句话极为重要，请你一定要重视，这能帮助你在新年避开运势阻碍，事事顺心。首先，不得不提的是生肖马天生所具有的洞察力和果敢气质。很多人会将马视作一种行动力极强的象征，因为属马的人往往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喜欢说干就干，急于做出成果。这种高效率的行动力为他们赢得了快速前进的机会，也带来了不少掌声与肯定。然而，在2025年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份，越是善于奔跑的人，越要清楚自己的步伐是否稳健，因为速度快的背后，往往对应着对周遭环境的依赖度变高。如果外在环境稍有波动，冲劲过猛的马也可能会因为没有及时踩下刹车或忽略某些细节，而落入被动的局面。因此，第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不要因为急于奔跑而忘记稳住脚跟。这一句可以被视为属马人的警示，再有冲劲，也要学会在关键时候给自己设定安全栅栏。在推进任何项目或生活规划之前，务必确保自己拥有扎实的基础和可行的后备方案。对于渴望成绩与成功的你来说，快速冲刺固然令人热血沸腾，但如果忘记检视起跑线和终点的合理性，一旦中途出现变化，就容易乱了阵脚。过去的成绩和勇气是你继续前行的宝贵资本，但别忘了，就算再健壮的马，也需要好好休息和观察路况，才能保证跑得更远，跑得更久。进一步探讨2025年对属马人的影响，我们还应注意到人际和情感面的复杂变化。属马者通常个性开朗，跟朋友或者同事总能有说不完的话题，而且也喜欢在社交圈子里活跃，甚至乐于扮演领头或协调的角色。虽然这些特质能够帮助你在日常往来中广结善缘，但也意味着你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去平衡不同利益方，以及考量各种人情世故。尤其在2025年里，整体环境可能会出现更快的变化频率，很多时候，人际关系将呈现一种快速分化的状态。与自己志同道合、共同进步的人，也许会变得更加紧密，而原本只维持在表面关系或者彼此利益冲突的人，则会在种种压力下显露出裂痕。所以，第2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学会在关键时刻识人，也要懂得适度放下。前者是提醒你，在各种交往中要看清人心，不要过度沉溺在热闹与名利的表象里，要保持警觉与判断力。后者则是告诉你，如果发现某段关系或合作已经走向极端，或早已变质甚至威胁到你的人生目标，就应该果断抽身，不必因为一时的感情或过去的协作就选择一味忍让。有取舍的智慧，才真正能够让你在2025年的变局中抓住机会，而不是被不合时宜的关系牵扯住脚步。与此同时，属马人虽然奔腾不息，但也同样需要休养生息和安全的环境，方能始终保持最好的状态。到了2025年，
属马人尤其需要关注个人的身心健康，因为这一年可能会带来各种外在的压力和机遇，让你总是难以停下来好好检视内在感受。如果你一直以来都习惯在压力下投入行动，很可能会在忽略自身休息或情绪调节的情况下，长时间处于紧绷状态。有些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像马一样在赛道上不断向前奔跑，可如果连呼吸节奏都不曾调节好，很容易因过度劳累而失速。马儿之所以能够爆发出强大的力量，也往往仰赖阶段性的放松和调整。因此，第3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学会在奔跑途中歇息，确保体力与心力的平衡，别总认为休息就是偷懒。有时候暂停脚步是为了看得更远，也为了整顿身心，以备下一次的冲刺。对于属马者来说，尤其要保重身体，同时也别忽视心理上的需求。若发现自己对某些人事物的热情锐减，或者在深夜里频繁失眠，就应当审视生活中是否已经出现过载的问题，找到一个能够让你身心复原的方式，不管是运动、阅读、与信赖的朋友聊天，或者是短途旅行，都能帮你缓解压力，重建活力。以上3句话所对应的3大方面，可以分别是做行动层面、人际关系层面以及身心健康层面的提醒。如果把生肖马比作一个手握缰绳的骑士，那么2025年的大环境就像是一条途经不同地形的赛道，需要多方考量，谨慎应对。在行动层面上，你要记住那一句，不要因为急于奔跑而忘记稳住脚跟。这不仅是对你天生冒险特质的一种友善提醒，也是一种防范措施，避免因为瞬时的冲动而陷入困局。在人际关系层面上，必须时刻谨记，学会在关键时刻识人，也要懂得适度放下，以免在复杂多变的社交场里被表面上的和谐假象蒙蔽，或者被无谓的纠缠所耗损。至于身心健康方面，就更是不能掉以轻心，要牢牢记住，学会在奔跑途中歇息，确保体力与心力的平衡。需要注意的是，在财务与事业层面，属马之人在2025年要学会打破旧有的惯性思维。可能在过去的几年里，你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脉资源和经验，也有机会攀登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上。此时此刻，你需要弄清楚你想要的究竟是继续稳定还是乘胜追击。如果选择前者，那么就应该加强自身的专业度，同时留意财务规划。毕竟在面对不可预测的市场变化时，稳定就意味着要有稳固的基础，防止财务漏洞或意外支出打乱计划。如果选择后者，就要准备好积极整合新资源，并且锻炼心理弹性，以面对成功与失败的双重可能。不要因为过去的舒适区而困住自己，也不要因为外部的喧嚣噪音就失去理智。记住，当马儿勇敢踏出舒适圈，就要做好在荒野中迅速找寻路径的准备。这条路上也许有荆棘，也许有捷径，一切都需要你及时应变。说到应变，不可忽视人际网络对属马人在2025年的助力和影响。虽然我们强调要学会识别真伪与适度放手，但这并不等于要变得封闭或排斥所有新的人际连结。事实上，在多元且快速变化的时代，保持一定的开放度，才能让你在关键时刻得到帮助或者获得宝贵的信息。例如，如果你一直以来都只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交流，就可能错过新理念、新思维的冲击，甚至无缘接触到一些相当优质的合作者。相反，如果你能利用2025年这个跳板，积极拓展更多异业或跨领域的人脉，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有机会在几个看似不相干的领域里扮演桥梁角色。这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综合价值，也能让你在竞争激烈的时候，比别人更快地找到突破点。只不过，一旦涉及利益分配或合作原则，就要谨慎签订合约或达成口头承诺，因为社交活跃的同时，
也可能引来一些并不怀好意的人想要攀附你。再度强调那句，学会在关键时刻识人，也要懂得适度放下，因为当你在合作中被过分消耗，却依旧找不到共同价值观或信任基础时，那就必须果断选择终止。与此同时，不少属马者在2025年有可能面临家庭或感情上的转折，例如已经有伴侣的属马人可能会因为外在环境带来的压力而影响到情侣或夫妻之间的沟通，单身者则可能在焦虑与渴望中产生矛盾，想追求爱情，但又害怕被人情世故束缚。对此，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保持一颗坦诚而不失理性的心。在与伴侣或追求对象互动时，真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马儿天生带有一种热情的吸引力，但同时也要留意言语或行为中的冲动成分。遇到争执不下的状况时，可以先尝试缓和情绪，再用实际行动证明你对这段关系的重视程度。如果对方并没有足够的回馈，或者存在难以调和的观念差异，就要思考这段关系是否真正适合你。不要因为担心失去或者害怕孤单而勉强自己进入一段不健康的关系，更不要因为习惯了某种情感模式就忽略了自我成长。马儿的激情与自由并不冲突，反而是可以完美融合的。只要你能学会在付出与自我空间之间找到平衡点。回到健康话题，不仅仅指的是身体的筋骨与体能，也包含心理与精神层面。马儿若想在漫长的赛道中保持竞争力，就绝对不能忽视对内在状态的调理。2025年整体会带来一些外部的波动，这其中既有社会环境、经济变化的影响，也有可能来自个人生活的重要决策。属马者如果一味埋头向前冲，而没有学会及时宣泄情绪和舒缓内在焦虑，长期下来就可能出现疲劳过度、免疫力下降，或在人际互动中容易焦躁、易怒等情况。学会觉察自己的身体反应是关键。当你察觉自己无法集中精神，或者在本该休息的时间里依然心绪难平，就说明内心可能已经超负荷运转。适度的运动、听音乐、亲近大自然都是不错的选择。关键在于，你要找到真正让心灵得到放松的方式，而非单纯的暂时逃避。记住那句，学会在奔跑途中歇息，确保体力与心力的平衡，这既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自我疼惜的态度。总之，生肖命理提醒，2025年对于生肖马而言是一个需要稳健与洞察并行的年份。愿属马的你铭记上述这3句话的警示，审慎对待2025年的风云变幻，跑出一条真正属于你的康庄大道。